上一讲谈到一场大地震带来了朝廷大赦，夏侯胜和黄霸这一对狱友不但重返人间，而且仕途一点不受影响，就好像在监狱里面过了3年的间隔年一样。这既是时代特色，也是制度特色。汉书讲到夏侯胜的教学场景，他经常叮嘱学生说，只要儒家经典学透了，取得高官厚禄就像弯腰去捡地上的草梗一样容易。我们有必要听听他的原话：今入狗鸣，其取亲子，如腐蚀地界耳。所谓地界，就是横在地上的断草，对夏侯胜这样一做比喻，从此变成了一个文化语码。如果需要写一首诗来劝勉一名小镇做题家，首联可以说：鸡言虽不饱，心与古人期。那生活现状虽然连温饱都难，但思想境界直追古代圣贤。颔联可以说：口体肥无养，分华任二为。衣食住行的好坏对咱俩来说都无所谓，别人吃鸡鸭鱼肉，穿绫罗绸缎随他们去，咱俩对这些都无感。颈联就用到地界的典故了：精明逢地切，隐脱看囊锥。只要把经典读透了，漫马军中取，高官厚禄如探囊取物，是人才总会脱颖而出。尾联畅讲未来，两季皆冤种，天取好并持。这是共勉的语气，说咱俩就像达渊血统的2种马，会在皇帝身边并驾齐驱。这首诗的题目是宋周初平，作者陈冠，是我们已经熟悉的通鉴功臣。前面讲过，司马光过世不久之后，新党重新掌权，为了清除司马光的反动思想余毒，资治通鉴不但书要禁，而且版要毁。当时的印刷术是雕版印刷，雕版一旦被毁，书就再没法印了。正是因为陈冠想出了一条妙计，这才把资治通鉴保全下来。陈冠这首诗属于社交诗歌当中的一种经典模式，里面用到的2则汉代典故，一个是夏侯胜的名言，一个是汉武帝心心念念的大渊马，都已经是我们熟悉的内容了。诗人用典变化无方，既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陈冠的精明逢地界是正用的例子，我们再看一个反用的。陆游79岁那年写诗说：天门渺难窥，地界一览时，虽甚一诗囊，复以良药己。就是感叹自己垂垂老矣，没什么机会再凭读书博取前途了，所以也就懒得用心了。日常生活不是写诗就是吃样，但这有什么不好呢？夏侯胜留下的励志金句同样既有从正面鼓励的，也有下面这种从反面刺激的。学经不明，不如归耕。意思是说如果儒家经典学不透，还不如回家种地呢。夏侯胜一代儒宗经常在课堂上拿这种价值观给学生们打气，这是时代风气的体现。汉人淳朴，虽然换了几任皇帝，政权历时100余年，但早些那种淳朴劲儿多多少少的还在。自从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知识分子说起读书来，可不谈什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直截了当就是奔着功名利禄去的，并不觉得丢人。即便赤裸裸的鄙视种田，也不觉得有什么政治不正确。就在夏侯胜的读书声里，本始4年5月出现了凤凰的祥瑞。这种事已经不稀奇了，前年呢就发生过，但这只是开胃下菜。因为今后的若干年间，不但凤凰不断显身，还有林林总总各种祥瑞。这一次的祥瑞也许可以稍稍冲抵大地震带来的负面情绪。不过本年度监注史册的最后一桩大事可不是什么好事，广川王刘去自杀了。这位刘去在广川国内做尽了坏事，残忍程度甚至超过了传说中的商纣王。案发之后，有关部门虽然照例提议死刑，但这项提议恐怕不是装模作样，因为以刘去的暴行，千刀万剐都是轻的，但结果呢，还是老一套，有关部门提议死刑，皇帝不忍心降格处置，废掉刘去的管川盟头衔，仅仅判处流放而已。只不过当刘去失去了皇室的庇护，不知道有多少受害者家属要去找他私刑复仇呢？所以刘去选择了自杀，算是
百害相权，去气最轻了。转过年来，进入宣帝缔结元年，我们发现啊，年号换了。这样看来，本始年号用了4年，到了第5年改元缔结，大约宣帝要采取每4年一改元的方案，呼应着某种神秘的宇宙法则吧。我们纵览宣帝时代的年号，从本始开始，然后缔结、元康、神爵、五凤、甘露，每个年号都是整整齐齐的4年时间。然而到了20世纪初，敦煌地区出土的汉简当中竟然出现了本始6年的字样。进入21世纪，西安地区又有前范，也就是铸钱的模具出土了，铭文当中出现了本始5年11月壬申造的字样。出土文物越来越多，足以证明在宣帝当时，本始年号其实用了6年而不是4年，这明显和史料记载相冲突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方面的研究当中最有说服力的一篇论文，应该是辛德勇先生的《汉宣帝缔结改元式发威》。先说一下文中最初步的结论，那就是缔结这个年号在历史上的正式启用，应该在本始6年正月下旬到同年5月14日这3个多月期间。也就是说，本始年号用了6年，在改为缔结年号之后，追溯既往，这才将本始年号的最后2年改成了缔结元年和缔结2年。于是就有了进一步的推测，这种追赶年号的做法不仅在西汉王朝绝无仅有，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举措，在它的背后必定隐伏有某种特殊的缘由。那么到底怎样的特殊缘由呢？辛德勇先生的推论大意是这样的：首先，改换年号的原理是天不变，数亦不变，只有当天道发生了改变，数才会有相应的改变。落实到现实世界，霍光操纵昭定每6年换一个年号，等到宣帝即位，霍光还要每6年换一个年号。这背后的用意是，霍光一直都是汉帝国的话事人，天道没变，所以关键的数字也不会变。等到霍光死后，宣帝为了改变运数，彻底消除霍光在权力核心的影响力，这才会通过改变数字模型的方式来彰显天道已经从霍光主政改为自己亲政。当然，宣帝追改年号到底是何居心，在铁证出现之前，再怎么合情合理的结论也只是推测。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当下的缔结年号确实是后来追改的。在《资治通鉴》标明的这个宣帝缔结元年里，当时的人们所过的其实是本始戊年。这一年的大事件并不算多，春正月有彗星出现在西方天穹，人世间发生了小小的刀兵之事，楚王刘延寿自杀了。事情的起因是刘延寿没能看清情势，把政治赌注压在了广陵王刘胥身上。这倒也不怪刘延寿没眼力，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当昭帝驾崩之后，5帝诸子当中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毫无疑问就是刘胥。于是哪怕是昌邑王刘贺被废了，宣帝即位了，刘延寿依然笃信这一点，只等天下有变。结果呢，密谋来密谋去，他这点小九九到底败露出来，只有自杀了事。楚国建制也就顺势撤销了，变成了中央直辖的彭城郡。至于广陵王刘胥，放他一马，不予处分。当年12月日食，这一年重要的人事变动就是于定国升任廷尉。廷尉是司法部门的最高长官，所以廷尉的个人风格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朝廷的司法风格。于定国的风格是慈悲、宽容、谨慎，而重点中的重点是罪疑从轻。罪疑从轻这4个字是《资治通鉴》的原文，大意是说，案子只要没有铁证，对疑犯就从轻处理，而不再像以前一样严刑逼供，能株连100人就绝不株连99人。这虽然没有达到今天疑罪从无的法律标准，在当时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了，以至于朝廷上出现了这样的赞美：当年张世之做廷尉，天下无冤民；如今于定国做廷尉，老百姓都相信自己就算遭了官司，也绝对不会被冤枉的。那么问题来了，自从上官桀一党被剿灭之后，霍光就恢复了5帝时代的酷吏政治，
为什么忽然就转变风向了呢？资治通鉴对此只字未提。汉书刑法志给出了一个很明确的答案，说宣帝正因为苦出身，所以深知民间疾苦，很清楚酷吏政治的弊端。正好有陆文书上书说秦朝有10大弊病，如今虽然根除了其中之9，但酷吏政治还在。宣帝被打动了，这才任命于定国为廷尉，又安排黄霸等人当他的副手，并且每到秋末，于定国那里的案件卷宗还要交给宣帝亲自审核。当时宣帝住在未央宫宣室殿，也就是当年文帝接近贾谊，让李商隐后来写出宣室求贤访逐臣的那座著名宫殿。斋戒之后，决断案情，彻底扭转了酷吏风气。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这段记载属实的话，岂不是意味着宣帝真的亲政了？或者说宣帝借着陆温书的上书找到了一个切入点，在霍光专权的铁幕之下，硬是凿开了一个口子。我们下一讲再见。